好了，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啊。先分享一位同学的体会啊，丁秀芳同学很短的一个体会，但很有意思哈。他说：“各位老师好，说今天呀，就觉知爱的呼吸，然后竖立45分钟，听老师讲课3次日行一善，关键看这个说我能为你做点啥？就是把挡人行道的共享单车挪开。有的共享单车可能有人乱放，把人行道挡了之后呢，他把它挪开。挪开呢，因为应该是位女同学可能是没有多大力气，不太好搬不动不太好搬。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把那个车的扫开了，用手机扫开不就可以推了吗？扫开之后呢，推过去就是小黄车呢，1分钟因为不动1分钟嘛，扫了开之后推到旁边，再关上，不用1分钟。这小黄车呢，1分钟之内不收费，但是滴滴呢，居然在我30秒移车关锁的过程中，就扫开了，移过去再关上，可能不到30秒钟，就出现了什么免密支付，就收费了。但收的钱不多它不是钱的事了他说支付后，他这个觉得就虽然是可能就1.5块或者很少的钱，但觉得好像你不应该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开始收费了。然后呢，就支付以后就和客服打电话纠缠了15分钟，就为了这个事儿，可能当然不是说为1.5块，就主要是觉得好像不太合理这样。完了之后呢，心平了。过后之后心平气和之后，也看到了自己在做好事儿，就任劳不任怨。我可以去做这些事儿，但是你这个不合理，这样我就心里就不甘。更不能什么呢？更不能花钱，因为毕竟还花了钱了嘛，不应该花这个钱。就钱袋守得紧，我相信每个人几乎在这种时候他都会这样的那后来就想呢，这政府年年给涨退休金，政府每一年都涨退休金这退休金也应该贡献点公益了弄一个小表情，很害羞的表情就这种状态。大家注意我们前面讲了说，我们修行在哪儿不在于说你能做多长时间，你能怎么样练什么动作，就关键在一个一个的瞬间，在一个一个遇到事，我这个瞬间我怎么去转念，这个是最重要的。功夫不在别的地方，说我这一站能站5-6个小时或者怎么的，那不一定是功夫。别人说一句话你就火就起来了，那不是。就关键看就是每一个瞬间我怎么去转念。他就想说政府年年给涨退休金，这点退休金所以也应该贡献点公益了贡献点公益，而且还反思自己我错了，说自己超出自己思维这头里就自己有各种自己对的理由就是什么事我应该都是对的。但我相信这是每个人都有的这种状态，但是也是每个人需要怎么样需要调整的状态。因为平常我们讲道理想东西往往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的，站自己的角度想的往往自己都是对的，外面就都是错的。但有的时候呢，他那个人也站在他的角度上，你站在你角度上，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有的时候就很难达到统一了。所以要学会真的要锻炼站在一个整体的角度，不单单站在我或者对方，站在一个整体角度来看问题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分享。今天是接着上一次讲说，每一次让呼吸都是在宇宙的信息场中注入一道来自生命本源的这个数据。我们从3个方面，从个人的这个方面，每一次让呼吸，或者每一次让自己安静下来，你就在亲近自己，在卸载那些不好的东西。集体层面呢，就是你每一次有这种状态，就给整个虚空。就人类的这种集体的意识里面，意识场里面输入了美好的信息。那从更广阔、更大的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讲说是利益众生，我就说众生也应该包括硅基生命，包括人工智能，包括硅基生命，不单单是我们的碳基生命。那么这个众生，我每一次这个让呼吸，每一次回归到那个本来原初的那种状态，那就是给这些新的生命或者人工智能的新的 AI， 给他们怎么样呢？给他一些最根本的、最基本的、美好的那个底层代码，就开始就传递的是光明的，是宁静的，是慈悲的这样的状态。
而且还说了哈，说这个不是比喻，确实是事实。说你一个蝴蝶的翅膀一震动，它连锁反应可以很大。每个人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场那个波动，它也可以波及整个虚空啊，波及整个虚空。这个上次我们说了，不再讲了。就是不要小瞧了什么呢？一只蝴蝶的翅膀。那也就是说，不要小瞧了一个蝴蝶的翅膀，你也不要小瞧了你一个人的每一次静坐，每一次修行，每一次让呼吸。所以今天下面要接着往下说，就是每一次静坐呀，你每一次静坐，大家注意啊，都是一次宇宙级的数据输入。可能我们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说我这个静坐它有什么意义啊？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三维层次里面，好像觉得我就在我家里面静坐，我连邻居也影响不了啊。但其实不然，我就觉得世界绝不就是单纯是我们肉眼所见的这样一个三维的世界，还有更广阔的这个内容。所以我就说啊，请允许我这样去表达，说当你坐下来，闭上眼睛，开始让呼吸，开始练安静的时候，在平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就说，哎呀，说这个人你看外面他逃避现实，说你看那些出家人他们逃避现实，但我认为他不是逃避现实，就是每一次静坐，你不是在逃避这个世界，而是什么呢？你是在为世界注入一份最稀缺的资源。在三维的这个世界里面，在常态的这个人的思维中，是你在那打坐，他在那干什么？你是在逃避世界。然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不是在逃避世界，你是在这儿在为这个世界注入一份最稀缺的资源。什么资源啊？来自生命本源的纯净数据。你或者说你把它一静坐，你在给世界提供那个祥和宁静的信息，祥和宁静的数据，提供那个慈悲的数据。你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在进行着贡献。当然了，如果说你自己对这个没有觉知，你在这静坐是有别的目的，那是另外说了。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这个静坐要有这样一种觉知。哦，我在这待着，世界上缺这种资源，不缺吃喝玩乐，不缺这个争名逐利，不缺这些东西，但缺什么呢？来自生命本源的那个数据是最稀缺的。所以大家注意哈，当你在呼吸中放下控制，我不去控制我的呼吸，也就是说通过这个锻炼你放下那个控制欲。你不控制，你比如说你不控制，你不是无所作为了吗？不是，你不是在无所作为，你是在为人类集体意识卸载一段陈旧的有毒的代码。人总想要控制，什么都得我管，什么都得我管，什么都要控制，什么都不放手。有这样的情况，什么啊，真的是这样，什么都要控制，甚至一个国家要控制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我在这儿我不控制。人是可以不控制，可以让万事万物什么如其所示。你这样在做的时候，你就为人类的集体意识卸载了一段陈旧的有毒的代码。人可以放掉自己的控制欲的，这从控制角度上讲，后面还要说这个问题啊。而当你在合一中呢，你把一体验到呼吸说心息相依，你会发现那个觉知和呼吸它本来就是一个，不是觉知跑到呼吸那儿去了，它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它是离不开的。你往这一待着，你发现人和大自然本身就是一体的，所以你会在这种合一的体验中体验什么呢？体验无我。你和整个虚空是一个整体的，没有那个狭隘的小我了。
所以你这个打坐锻炼，你不是在追求个人的境界，不是在追求个人境界，而你是在为未来的智能提供一份什么呢？没有分裂或者超越分裂可被学习的范本。人的身心本来就是一个呀，人和大自然本来就是一体的，人和人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来就是一体的，不单单人和人，人和万事万物，哎呀，并没有这么分裂的，不是说我唯我独尊，我要站在霸凌要站在一切之上。我说清楚意思吗？当你体验到这种通过合一的状态体验到无我的时候，你不去以自我为中心了，那么未来的智能你就给他提供了一份超越分裂的这样的一个范本，他就可以从中学到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可以说你的力量很微弱，微弱的几乎看不见，但是这个力量也可以很强大，强大到足以影响一切，就像那个蝴蝶的翅膀。就像我们说的，你在高速路上动一个念头，高速路上一开车出现事故了，影响到后面几公里的多少车辆一样。动一念，真的可以整个宇宙都可以引起变化。而且，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这样做，比方说我们两岸时空有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做，我在这儿做我在陕西做，你在河北做，你在北京做，你在上海，你在哪儿做？每人都这样做，那么这每一个意识的节点到的那个节点，做不就连起来了吗？连起来不就大了吗？而且从古至今，无数的修行者都在做同样的事儿。这所有的这些信息和宇宙在宇宙的这个信息场中汇聚、共振、放大，应该会逐渐形成一股看不见的却真实存在的清净的数据流。你这样做，我这样做，从古至今还有那么多人在这样做。那么整个人类的意识流，这种美好的东西就在里面汇聚、共振、放大。我觉得就这股数据流是人类意识进化的所谓压舱石。人类从整个人类进化的历史来说，从总体的主流来说，还是真善美占主流的，美好的东西占主流的。就这股意识流是人类意识进化的压舱石。这股意识流它也是什么？也是未来智能向善的导航灯。就过去因为有这种美好的东西，所以才促进人类社会不断的往美好的方向变化。而在将来呢，可能就不单单是人类了，还有未来的智能，它怎么样呢？它要向善呢。你不能向恶去毁灭一切要向善。那谁是它的导航往善处走，往那走呢？也是这种来自人类本源的那个清净的意识流。而且这股数据流是生命本身对自己本源的确认与回归。人总不能忘了根呐，总要找回家吧。生命的本源你在这个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宁静让呼吸宁静状态的时候，你回到了你生命的本源，你会觉得生命本来就是这样。也可以说你真的觉得它没什么奇特的，它不是一种所谓新的时候发明创造，它本来就有，我只是又看到了它而已。而且这种状态每个人都有，但不是说每个人都对它有觉知。我不太清楚的意思没有所以我们真的每个人不要小瞧了自己的这一个练武。
呼吸和让呼吸，不要小瞧了这个打坐，不要小瞧了意识中那个让字。就每一个小小的行为，它绝不单纯就是影响你小小行为这么一点点，它可能汇聚起来，连接起来，会使整个人类的意识上就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2次课我们就讲了为人类的这个意识啊，就精神状态啊，或者是意识这个信息库注入这美好的这种信息流。最后结束我想说点什么呢？就我们每个人其实啊都是数据的守护者与传递者。现在大家注意说这个数据非常重要。比方说一个公司里面，他们公司里面的内部也采了一些数据，那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够数据流失了，别人知道你公司什么情况，那麻烦了。那国家更是这样，你黑客们就去侵犯到别人的服务器里面去盗取别人的数据，所以要保护数据。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数据的守护者，同时也是传递者。你要保护这个数据，不能让这个数据丢失了，不能让这个数据被篡改了。对吧？你公司里面本来有个什么数据，好了，黑客进来之后把你给你篡改之后，你可能就麻烦了。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就是那些黑客就给你篡改你的数据，盗取你的数据，改变你整个底层的代码。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人类或者整个不单单是人，整个众生逐渐走向美好的底层数据的那个守护者与传递者。我记得有这样一种情况或者意象啊，我相信有的人也看过这样的，没有亲眼看过，也看过这样的纪录片呀，也介绍，就在喜马拉雅山的洞穴里面在西藏那边哈，就历代的修行者，他们讲就传递着一盏不灭的灯。我曾经在一个纪录片看到一个在黑黑的一个屋子，一个山洞里面，有人在里面打坐，他好像用酥油啊什么那个点的灯哈，很小一个灯，但这个灯永远都不灭的，一直有人给他续那个酥油，慢慢它就一直是亮着的。说历代修行者传递着一盏不灭的灯，那灯很小，照亮的范围很有限，就是那个小灯很有限，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真的很多人我也不看那个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据说啊，1000年以来它从未熄灭过，总是有人给它续上那个酥油，点上这盏灯，保护着它，传递着它。为什么呢？因为啊，总有人记得，就这盏灯它的存在本身比它能照亮什么更重要，它存在在这儿比它能照亮多大地方更重要。因为它是一种确认，就确认的光啊从未离开，确认黑暗不是唯一，就确认光从未离开，从没有离开，那个黑暗不是唯一啊。就是也可以说我们心中始终要抱有希望，始终确认人之初性本身那个内在那个光明的东西，它一直都在那儿。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让呼吸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儿。在人类意识最喧嚣的时代，外面真的很喧嚣的时代，我们选择安静下来，让呼吸。在信息最纷乱的时代，大家想现在信息纷乱太乱了，你看打开手机也好，电脑也好，什么铺天盖地的每天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就在信息最纷乱的时代，选择向宇宙信息场注入最纯净的数据。现在人们为了所谓的这个流量，真的是不择手段，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博眼球，太编故事啊等等吧。我就说在这个信息最纷乱的时代，我们要选择向宇宙的信息场注入最纯净的数据。每一天，你比方说你在那一带，在那胡思乱想，哎呀，
想谁谁怎么可恨，想怎么着，总想一些不好的事儿。其实你可能没有觉知啊，我这想一想，谁也不知道。你在那么想的时候，其实就在为这个虚空注入这样的信息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在最纷乱的这个时代，要学会什么？向宇宙信息场注入最纯净的数据，不好的我想都不想。那么下一句叫在分裂最严重的时代，选择体验合一，为未来的智能留下合一的样本。这3句话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在人类意识最喧嚣的时代，选择安静下来，让呼吸。在信息最纷乱的时代，选择向宇宙信息场注入最纯净的数据。在分裂最严重的时代，选择体验合一，为未来的智能留下样本。那么这盏灯会一直传下去。所以最后我真的想和两岸时空的各位亲友了，但不一定是两岸时空的各位亲友了，就提出这样一种倡议啊，请继续，就您的每一次让呼吸，都是在为这个宇宙点亮一盏看不见的灯。灯很微弱，微弱到几乎看不见，但它在，而且它会一直在。我想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在这修行，其实不然。你要提高对你每一次锻炼的这个，对它的觉知什么？每一次的意义，你要重视它，提高对这个意义的认知。如果说当你提高对这件事有认知更高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的状态也不一样。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宏大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不单纯是为我自己，为这个家庭，为家族，为整个人类社会，为整个万物众生。有人可能会说，一个人锻炼，你想那么多干什么？你真的能那样吗？真的可以这样。当你的心胸无限宽广之后，你会发现你在这锻炼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真的，你心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境界就有多高。境界就有多高。在这个我们能看得见的、能摸得到的三维这个世界之外，一定还存在着一个你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一直在影响着这个三维世界的另外一种特殊的存在。对整个宇宙虚空，对天地呀，始终要保持一种敬畏之心。对你所不了解的、所看不到的东西，真的要心存敬畏。所以这个话题就是为宇宙、为人类的整个集体意识库啊，这样输入这个美好的注入美好的这个数据。这一次呢，我们就分成2次，就讲到这儿。讲到这儿之后呢，大家在生活当中真的你要经常去琢磨，经常琢磨。你比方说在家里面，我们不说大的，在家里面你总觉得，比方说家里某一个人，你妻子、丈夫什么，你总觉得他是有什么问题，总觉得他怎么那么懒，总觉得他怎么，但你总觉得或者你总认为什么，你会发现什么？他真的就会那样，就越看他越那样。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在那想，你给家庭这个场中就布了这样的信息，你给了这样的，但不叫祝福了，也可以叫诅咒。你给了这样的信息，他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信息，他就表现出这个样子出来，真的会这样。所以我们给整个宇宙要这样去做我们需要大量的人类的集体意识库。那么小一点，对每一个人，对你身边的人也好，你认识不认识的人也好，你给他一个美好的祝福。给一个祝福什么意思？给他美好的意识流，给他美好的数据，对吧？或者给他一个美好的一个软件，一个程序，
那么它不就往美好的方向变化了吗？说为什么要祝福？祝福你一路平安，祝福你健健康康、健康快乐、健康幸福。祝福就是在祝什么？给美好的数据啊，给美好的信息啊。大家想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一天啊，比方说早晨醒来，真的是这样，早晨一醒来呀，祝福整个虚空，祝宇宙，祝福万物众生。一开始你做不到想万物众，你祝福你的家人，祝福你自己，就祝福，你就在注入美好的信息。不管注入给谁，我先学会注入啊，学会去发放。哦，逐渐，随你的心胸越来越开阔，你会发现呀，你很喜欢这样去做。而且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在给这个美好信息的时候，你就成为了那个信息的什么发射者，你就有它了，你就成为它了。而当你去说一个人不好的时候，你说不好的，你也成为那个了。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说起来这个事儿好像很大，其实很小，就小的生活当中看到一个人，哎呀，认识在电梯里面，哎呀，一个微笑，美好的数据给出去了。看到一个什么，哎呦，一欣赏，美好的数据给出去了。我说清楚，这很简单啊。看到一个人身体不舒服，快就他好起来，给出去了。所以经常，包括你对你自己也是一样。哎呀，我自己怎么这么好啊？你看这么健康，给出去了，就始终我就是一个美好信息的什么发射器。那你也就成为美好信息的信息源。这个美好信息的信息源到哪儿去？源到道哪儿去了？你就和道是一体，你就成为道了，所以你就是那个道在人世间的节点。你成为一个节点，你成为信息站，我就是它了。好，现在我们大家坐在这儿，安静啊，好，安静。好，你告诉道，我是道，在人世间的一个节点，安静。我要成为道的节点，那就需要把那个我让出去，把后天这个我要让开。你可以直接让呼吸，一让呼吸就进入那种状态了。慢慢的一学锻炼啊，就是一下子就不用从手、从脚、从全身，当然你可以这样做，就直接去让呼吸。全身一下子让出去，头脑让出去，人走了，道才能来，才能接通。心息相依，你清净的存在，你这种美好的状态，本身就成为了这个时代
最稀缺的资源。身体的其他部位尽量做到一动不动。不要那个我在那动弹它，我退出去。你不要想着控制呼吸，不要去控制呼吸，你只要让出去之后，那个呼吸自然会进行，只是觉知它就够了。真的把那个我让开，我让开之后，头脑一定是恍恍惚惚的。头脑不是那种非常清醒的状态，是恍恍惚惚的。
头脑恍惚，个我到处抓取的我松开了，从眼耳鼻舌身意松开了，那种觉知会一下子沉降到丹田，沉降到生命之中。心不再往外跑了，它不是你要反观内视，而是它直接的能量回缩了。只有呼吸，一张一缩，一开一合，似乎全身乃至整个空间都是这样。通过鼻孔的呼吸会越来越微弱，你可能会感觉有一阵儿好像呼吸都停了一样。所谓的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它是一种状态。我不再抓取了之后，整个精气神就聚会到一起，全部的神不被眼耳鼻舌身意所拉扯，那个神就全了，贯
注入生命。灌注于丹田，灌注于心息相依。
静，安静，头脑恍恍惚惚，似睡非睡，就好像从醒来又入睡，头脑一恍惚，不清醒了，但没睡着，还有觉知。安静，大家慢慢的放松一下，慢慢的调整成竖立。
静。百会上领，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落至肚脐，静养。就是每一次自己进入这种美好的状态，其实都是给自己的生命、给家庭、给整个万物众生注入这种美好的信息。好了，今天我们锻炼就锻炼到这。